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爱奇艺新剧来袭，易欧春、徐凯化身冷酷权臣，宠爱周也 ，CP 感炸裂，预定热款。10几岁家里遭逢巨变，被扔去充军。这种开局换了普通人，坟头草早就几尺高了。偏偏有人硬是踩着泥泞爬了上来，一路杀回朝堂，混成了全清朝野的狠角色。这就是爱奇艺手里捏着的那张王炸古装剧《易欧春》里男主沈润的底色。小孩看剧喜欢看傻白甜谈恋爱，满脑子都是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叙事。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0几年，早就对那种悬浮的剧情免疫了。成年人想看什么？看狠人怎么翻盘，看聪明人怎么在死局里杀出一条血路。徐凯这次演的沈润是个典型的腹黑权臣。什么叫腹黑？不是穿身黑衣服整天板着脸装酷，那是小混混。真正的权臣是官场上的一人千面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表面客客气气跟你喝茶，背地里刀子已经捅进你心窝了。故事把背景放在了南宋，沈润被派去江南，查的是钱塘赈灾不力背后的贪腐大案。但凡懂点历史或者有点社会阅历的都知道，赈灾贪腐这种案子，水深的能淹死人。江南那是南宋的钱袋子，地方豪强，盐商巨贾，朝中大佬，早就盘根错节，结成了一张大网。沈润一个京城来的官，单枪匹马扎进江南官场，这活说白了就是去当阎王爷的，要么把别人送走，要么自己交代在那儿。就在这个满是算计的节骨眼上，他碰上了谢清源。周也演的这个谢清源挺有意思，她不是那种等着男人来救的娇滴滴的大小姐，她是谢府姨娘生的女儿，亲妈当年含冤惨死，自己从小流落街头，吃尽了苦头。现在她长大了，靠着隐忍和心机重新杀回谢家。她回来的目的就一个，查清亲妈冤死的真相，把当年那些高高在上作恶的人一个一个拉下马。这两个人撞在一起，就是两头狼在黑夜里碰了头。很多人看路透图，喊着什么宿命感、CP 感爆棚。其实这种张力根本不是靠几个唯美镜头凑出来的，它是建立在极度现实的人设上的。他们俩早就认识，当年沈润还是个充军的落魄少年，谢清源也是个朝不保夕的流浪丫头。人在最惨、最见不得光的时候相遇，互相扶了一把。沈润连亲妈留下的信物都给了他，两人约定要活下去。活下去这3个字，在太平盛世是一句废话，在人命如草芥的古代，就是最重的承诺。多年以后重逢，男的成了手握生杀大权的官老爷，女的成了满腹心机的复仇千金。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，立刻抱头痛哭的戏码？两人心里都有防备。最开始全是互相试探，互相估量对方的底牌，甚至想利用对方达成自己的目的。这才是成年人的博弈。沈润在江南查贪官，处处碰壁；谢清源在谢府深宅大院里查命案，步步惊心。两条线本来是各走各的，后来发现只有联手才能破局。沈润看着这个女人在宅斗里下狠手，非但不觉得害怕，反而觉得心疼又欣赏。谢清源看着这个男人在官场上杀伐果断，也渐渐明白，这世界上终于有个人能让他把后背交出去。原著作者尤四杰有句话写得挺透彻，全世界辜负他，还有一个沈润，他不会辜负他。男人在外面戴着面具跟各路牛鬼蛇神斗法，回到家只需要一个不用伪装，懂他经历过什么黑暗的女人。这种势均力敌、双向奔赴的感情，比那些整天黏黏糊糊的甜宠戏码扎实太多了。从制作上看，易欧春也没打算走那种花花绿绿的廉价古偶路线。
导演是拍过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的潘安子，这人对历史质感是有要求的。剧组跑去浙江桐乡的古镇实景拍摄，要的就是江南水乡那种阴雨绵绵、暗流涌动的氛围。概念海报上画的是水墨山水，里面却藏着血滴。宋代美学看着清冷素雅，青瓦白墙背后全是吃人的规矩和血色宅斗。徐凯穿上飞鱼服，深色锦袍，眼神一冷，气场确实出来了。周也的造型也是还原了宋代闺秀的清冷感，眉间贴着珍珠面饰，看着温婉，骨子里透着一股子随时跟你拼命的狠劲。这种反差感也是这剧未播先火，在腾讯视频上预约人数早早破100万的原因。大家看腻了套路，就想看点真刀真枪的智商剧。2026年才播，现在已经把胃口吊起来了。30集的体量，一集45分钟，刚刚好，不注水。其实人活到一定岁数，看这些古装权谋剧，看的早就不是古人怎么穿衣打扮了，看的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利益拉扯，看的是小人物怎么在吃人的规则里保全自己，甚至反杀回去。沈润和谢清源，一个在朝堂扫黑，一个在后宅索命。他们是从泥沼里爬出来的同类。当你手里终于握住了可以翻云覆雨的权利，回过头，最想护在身后的，是不是还是当年那个陪你咽下过带血馒头的人？